张龙佩，我是张张龙，我是陈凤馨，我来带风向，我来跟风向，免得你晕头转向。现在全世界的风向其实都跟着川普在转啊转啊转，但是川普之外，另外有一个重心，现在开始大家又把眼光投向了习近平，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事件。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我们邀请的两位来宾，首先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耶鲁大学的博士郭正亮郭博士，大家平安。好，来。再接下来呢是赖叶谦赖博士赖老师，主持人好，欢迎大家好，好，龙凤月亮，哎，不错耶，龙凤月亮。来，我们先从俄乌战场开始说起，然后当我们后面就会提到，那么包括了 APEC 以及 G20 的在南美洲的会议。其实它这个会议非常有意思，因为你也看到西方媒体现在开始看到了那个川普2.0。全世界开始要把眼光投向中国大陆这件事情的一个剧烈的变化啊！不过我们先从俄乌战场啊，因为从这个拜登呢同意了让美国的远程飞弹，好或中程飞弹呢，可以攻打这个俄罗斯境内之后呢，美国也放宽了，英国也放宽了。那现在所以确实。乌克兰也已经使用了美国的武器以及英国的暴风影呢，去攻击俄罗斯的领土。那么俄罗斯呢，也对乌克兰试射了新型的中程飞弹。这个新型中程飞弹呢，那么普京呢，他们是第一次使用，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对外曝光。不过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呢，目前都还没有使用核弹头。其实这里面有些武器是可以的，好，但是他们不使用核弹头，到目前为止，这是到目前为止。所以呢，这是否也就意味着俄乌战场随时升级，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正在往上上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驻英国大使说，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甚至于去点名了中国大陆呢，可能在战场上面有一些炮弹说是中国大陆所提供的。好，那么这个可能升级的消息。在美国这边还曾经一度关闭了驻基辅的大使馆，不过当然现在它已经又恢复运作了，可见的当时的情势是紧张的。那么我们其实要关心几个重点啊，前面是要观察的是会出现核战吗？因为就武器来说，只要换个核弹头，现在看起来要随时升级都可能，而且俄罗斯现在的这个极音速中程飞弹呢，目前是没有任何的拦截系统是可以拦截的，所以它对于战场上的影响其实是潜在随时准备升级的一个状态。第二个，我们当然要关心的是，这个升级会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吗？那么会成为西方跟俄罗斯的直接战争吗？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那川普上任之前，拜登会让俄乌战场无可收拾，然后变成这个川普上来了之后，想要结束这场战争都不可能吗？我们就看川普呢，他提名了美国驻北约大使的人选惠塔克，但是这位惠塔克他懂司法，可是并没有国安背景啊，所以这个任命案背后又是什么样的思维？另外，路透社报道说，普京呢，现在呢，对于要跟川普讨论停火，已经持开放态度。但这个新闻我们要解读一下，因为这则新闻啊，说是引述5位熟悉克里米亚宫的对不起，那个克里姆林宫的人士提出来这个看法，但真的是普京的想法吗？好，我这边请教一下郑亮。我这个。听说乌克兰打到这个库斯克边境，大概是6+2啦，6是美国的，2个是英国的，那基本上是打军械库，那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啦，那可是我觉得，因为《泰晤士报》有写了，说美国到底提供了多少 ATACMS 给乌克兰，那他们认为大概只有50枚，所以我坦白讲，这个都是在吹牛的啦。50枚能够发挥多大的功力？它主要的功能是要阻绝俄罗斯跟北韩的部队集结，那就是要使库斯科这个战争拖久一点。我觉得拜登只有一个目的啦，就是你1月20号之前要撑着啦。
那至于那个川普，当然他儿子出来写 X 出来骂嘛，说你这个是要卸任要 outgoing 的一个总统，在那边弄个乱，让川普难以收拾啊。我认为倒没有到这个的程度了。所以你觉得他不会升级到让川普无法收拾？不可能啊！拜登没有这种胆啊，而且也没有这种实力了啊。因为我坦白说啦，真的要打战术核武战争，最有条件的就俄罗斯了。因为战术核武，据这个世界的大概估计啊，俄罗斯大概有2000枚。因为俄罗斯是真的要用在实战的啊。那美国因为一直不认为这个会真正使用嘛，所以他只是做一做，一般估计只有300枚。因为俄罗斯的领土那么大，而且跟欧洲就直接对着啊，所以它是不断的在研发，所以这个东西真正的实力是你可以把它减小到多小的当量，你才能真的用嘛。那造成的辐射效果最小嘛。那俄罗斯是不断的在精进它的技术。那甚至有人说，俄罗斯已经可以让战术核武那个爆炸当量小到3000以下。所谓3000是就是一个营区爆炸就没了。那如果再往下，就是几栋大楼没了，这样啊。那这样就是已经变成是在几乎是可用的一个范围了。所以那你真的要打，那俄罗斯幅员广大，欧洲人口密集。也不耐打了。那你去对比欧洲有核的国家，除了美军基地，就是英国跟法国嘛。所以我认为，他们欧洲国家根本没有打核武的条件啊，尤其是英国跟法国，这2个国家是最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人口高度集中伦敦跟巴黎啊。你怎么弄啊？反而德国还比较有条件，它的集中度是比德国还高的，太高了啦，太高了啦，真的。所以我跟你讲，这种东西人家都算过了啊。所以那英国人就是爱那边吹牛啊、鬼叫啊，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啊。那目前俄罗斯这个 R-26啊，我认为真相未明啊，因为它也有可能是洲际弹道改装的啊。那它是改装到。它的射程大概是1000到6000，那结果他是选一个短的打嘛，他打德林布罗可是这个打德林布罗4就有一个隐含呐，就这里搞不好就是我要打的边界所以他并没有发狠啊去打基辅所以你觉得其实俄罗斯也并没有打算让它升级？我认为它在控制当中，而且到底它是不是有6个弹头，我们也不确定。那因为是这样啊，这个 R-26，因为网络上已经有人把照片贴出来了就基本上它是没有办法拦截了，因为基因素它进入之后会超过5马赫，那没有办法拦截啊。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弹头的爆炸力量，一般估计是3枚伊斯坎德尔炸弹的爆炸威力，3枚。有人说是1.2吨，那准确度是150米内，其实它准确度不是非常精准，是150米内啊。那所以你说乌克兰也在那边吹牛说他拦截了我们现在真相不明因为有人看到进入德涅伯4的时候是连续火球这样迸发有人看到那个画面不过我觉得他大概就展示了这个是一种新的导弹那你们如果要跟我玩，我只要换上核弹头就可以了。大概就是这个威慑的意思但问题是，美国跟英国都已经核准的情况之下，泽伦斯基如果发狂式的要去拼，也是有可能的啊。没有啊，他那个不是核弹我就跟你讲，他主要的目的是要阻止俄军跟那个北韩的军队集结。我的意思是说，俄罗斯现在警告到这边了，那会不会乌克兰再进一步的？他要拼哪里嘛？你要炸哪里嘛？你要炸的就是第一个，因为乌克兰的军队在库斯克现在已经退不出去，那现在是5到6比1的兵力嘛，那俄罗斯是
认为你来侵略我，我把你当作恐怖分子。他的目标是要围歼呢。因为我昨天有看到一个画面，有12个乌克兰兵在库斯克投降，我就看到那个画面是直接被枪毙。所以连战俘都不要。他不认为是战犯，因为你侵略我啊。现在重点在这里。所以你用围歼这2个字，事实上是啊。他现在就是要围歼，就是要是一个不留，让你的有生力量降到最低。所以乌克兰现在有点卡住了。那也传出一个消息了，说乌克兰的部队跟基辅报告说他们要撤，然后基辅拒绝。所以这个战争的残忍真是这个不可思议了。那现在当然就是，那俄罗斯如果真的要去那个攻坚的话，他一定要集结部队嘛。那个北朝鲜的部队也是一样嘛。所以这个远程导弹的主要功能是不让你集结。好，我很快的问，你觉得到目前为止能够阻止俄罗斯跟北韩的这个部队集结吗？不集结也有领导的方式啦。这个战术啊，我们赖老师是专家。好，那你觉得在1月20号之前，乌克兰有可能保得住这一个侵略来的这一个土地的战果吗？库斯克是不可能了，一定会退出了，不然就是被歼灭了。所以他在因为谈判兵力差距太大。那这样他在谈判桌上面就什么筹码都没了。他本来就没有筹码啊。好，所以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去看它的升级这件事情是大家担心的？可是到目前为止，其实很多的战略专家也确实提出来，看不出来会升级的可能性。那么虽然说呢，俄罗斯确实拥有非常多的核弹头，但是也看不出来俄罗斯真的要使用这些核弹头。所以如果它不会升级，所以那这样子还是会等到1月20号川普上任之后来谈判喽。我觉得说不会升级也言之过早。因为现在普丁又把球丢回给这个泽连斯基了。因为原本是拜登把球丢到这个普丁手上来，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在这个使用这个远程导弹之前，普丁也画了一条红线。这个红线讲得很明白，不管是透过他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不管是透过他自己的发言人，或者是透过杜马都对外讲得很清楚，说如果乌克兰使用北约国家所提供给他的这些远程的比较有杀伤性的武器去打俄罗斯的本土，那这个就包括了这个 ATACMS， 也包括了这个暴风鹰眼，也包括未来的 F-16战机等等。如果直接攻打的话，那他就不排除，不是不排除，他就会对于提供武器者，施予对等的待遇。那这个态度讲得很明白。那现在拜登要下来了，拜登过去一直拒绝，而英国一直推动，而拜登不断的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说这些武器不足以改变战争的现状，也不足以改变战争的结局，所以与其不能改变，你提供给他去让战争升级，那何必呢？但是问题就在于，当美国的选举完结束以后，拜登跟川普谈完之后，拜登准备要下台之前，他竟然突然间批准了，而这个理由找了一个我们都觉得不是理由的理由，就是说因为朝鲜把部队派过来了，所以我就给他这个导弹。但问题就在于，我就允许他使用这个导弹，可是问题是在于这个导弹还是不能改变战争的结果。那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做？好，其实就是在挑战这个普丁的核威慑，因为普丁已经把核威慑战略提出来了，而普丁把这个核的使用的门槛往下降，普丁自己也都说他会操作这个核威慑到最大的效率。那现在就是拜登直接挑战普丁了。你觉得拜登想要逼普丁翻桌吗？没有，他要给川普留下一个难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让你普丁难看，看你敢不敢升级。那他没想到普丁会采用这个手段，所以很明显，普丁在下这个棋的时候，他早就都算好了。好，那我们来看，对泽连斯基来讲，好像拿到尚方宝剑一样，就是说，你开了，他迫不及待的，而且你也知道，他选定的那些目标其实并没有完成，换言之，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昂贵的导弹。然后他这样子赶快的把它用掉，
而且是滥用。对啊，滥用。那滥用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它并不以改变这个战场或是这个战役结果的使用方法，它是以政治的手段，就是说，你允许我在你还没有反悔之前，我马上使用。我马上使用的目的就是我要来看你普丁的反应，然后普丁如果有反应的话，就把北约的国家卷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驻英国大使要强调说，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他希望让所有的国家通通进来，都涌进来。那所以普丁，因为他就等于是希望把这个整个战火卷进来，那普丁的反应却超出他们想象外。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本认为普丁那应该要对于英国或者对美国的海外基地或者大使馆，因为当时还有人传出来说可能会对于在基辅的大使馆进行攻击等等的这种论断都出来，也逼得美国必须赶快把他大使馆做紧急的一个处理，关掉，那人员就当然要疏散等等。但结果普丁不是这样做，普丁的方法是告诉你说，我有核弹的能力，而且我有核弹的抑制打击的能力。然后他是先选在涅伯城，这个涅伯城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看得出来，就红军城打下来以后就是涅伯城。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谈了好几次。四大城。对对，就是然后涅伯城一打下来了以后啊，那基辅几乎跟哈尔科夫就无险可守了，因为他的部队就开始往北运了。那往北运，再加上从白俄罗斯那边往南下基辅。然后从东北边往南下，那就是哈尔科夫，那就开始围了，那就等于是涅伯河的以东的这块土地，那就准备要在做最后的决战了。所以普丁的这个动作，其实而且是分弹头的一个动作。刚刚郑亮已经有跟各位详细解释这款导弹，因为这个导弹它确实它的原型是洲际的弹道导弹，可以打1万多。那这一次很明显的，他把这个射程缩短了，所以有人估计是5000，有人估计是1、2千等等。好，但是很明显的已经是中程的弹道导弹，然后它又是分弹头，然后他又告诉你说这个导弹是成熟的。它的分弹头可以分到多少？至少6个，因为它可以装800公斤的核弹头。因为800公斤的核弹头是因为，我们常规弹头的引爆的雷管比较小，可是核弹头的引爆的它是要用这个。撞击的时候产生高电，然后去撞上，所以它的核弹头的装置比较大，因此这个核燃料的当量比较少，所以它大概是800公斤左右。总重是1.2吨。对，1.2吨。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原来的那个装置是比较重的。800公斤的杀伤力也很大。很大的，那很大的。那所以，然后速度又快啊，有极音速，所以目前来讲，确实这个乌克兰没有拦截成功。他已经证明他可以达到，那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又在同时由俄国的国防部放出一个讯息，说对于在波兰装的萨德系统、反飞弹系统，它会作为北约攻击北约的第一目标。那这个就已经指示很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你泽连斯基继续使用美制跟英制的武器，我就会把战争升级了。那现在球又丢回这个泽连斯基了，那泽连斯基要不要立刻再赶快用？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美国拜登跟英国会不会暗中告诉你泽连斯基稍安勿躁？萨德系统装在哪里？萨德系统他们说要装在这个波兰这个地方作为拦截，怪不得波兰那么紧张。对啊，所以要把那个地方装一套，然后再搭配这个爱山，也就是高低搭配这样子。那这个传出来之后，对俄罗斯来讲的话，那你等于是破坏我的相互保证毁灭的这个能力嘛？那这个怎么可以忍耐呢？哎呀，普丁这个当然不是在喊话泽连斯基啦，因为泽连斯基呢，你如果让他全权自主，他一定动的啦。对。但是就是要看那个拜登跟斯坦尔要不要抓住他的手，说不准动而已。所以我觉得普丁下棋是看了好几步，而拜登下棋是看一步。我赶快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他的脑力有问题，就是拜登的脑力有问题。拜登的智囊下棋的时候都只看一步，因为他们算不到第2步、第3步、第4步。那普丁可以算到第5步、第6步了。好，所以我这里小补一下赖老师啊。俄罗斯那个降低核准则啊，它的用语是这样，严重威胁到主权及领土完整，所以这样的行为，它是不是一定要用核报复？对，它有一定的下台阶了。对呀。